确实啊，中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，很多局外人不容易看透。那么，比方讲，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校外培训，这个行业的和台湾补习班就是一样的，同一种性质。但是台湾的补习班和它不同，台湾好像没有什么全台湾统一性的这个培训公司。那中国现在这个已经补习行业变成一个全国的商业化经营，甚至在美国都上市。那么赚钱当然很多了啊。那么中共呢，现在是实际上这个对他下开刀，停止补习。所以有人讲，对补习行业来讲，今年这个夏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这行业完蛋，被中共一夜之间一道命令就整垮了，不许补习，甚至规定说小学不许考英文考试，这样的话等于说不许小学学生学好英语。你课外找补习不许补，然后学校考试不许考。那么中国想干嘛？我先讲一下，这个补习行业在中国是个大行业，不光是收入几千亿的问题，它的员工有多达1000万人，而且薪水都付得不错的。这个行业一下子垮掉1000万人失业，哎，中共怕不怕？中共不怕。他想要这1000万人失业，想把他们赶到哪里去？赶到工厂生产线上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共这2年在谈一件事情，叫做脱虚向实。虚是这个空虚的虚，实是真实的实。意思是说，中国经济现在在这个服务业方面过度发展，然后制造业这个实体现在越来越空心。那如果你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的经济整顿措施，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就是说，他真正关心的是要把这个整个经济的这个虚的部分，他认为虚，中共认为虚的部分，这些行业虽然像这个校外辅导行业这些很热闹，赚钱不少，还有电子游戏啊等等，那多半是处于服务行业或者是满足某些特定需求的。和中共的所谓的经济战略目标不一样，没什么关系。比方讲，蚂蚁集团如果把它遏制住了，就可以控制金融泡沫，还有阻止小额消费贷款的膨胀。那么约束房地产炒作，也是避免这个金融风险增加。那么校外培训行业是为学龄儿童还有青少年进入好学校服务的，结果呢是吸纳了大量城市家庭的财务资源，同时又培养出一批的出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念书，到国外念书，每年带走了几百亿美金，所以对中共来讲是个赔本生。那么还有中共还在打击快餐的配送行业，那也是1000万人就业的，中共也要打击它。为说是这个行业是为懒得做饭的人服务的，吸收了过多的消费力。那么电子游戏行业是认为刺激年轻人沉溺其中。那么你可以看到，中共这个整个的整顿的企图啊，就是一条，要把劳动力引向脱虚向实，把他们挤到这个制造业去。那么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是对制造业岗位兴趣很小，特别是来自中小城镇和农村的青年人，他们不享受工厂严格管理那一套束缚。比方郭台铭在大陆那个工厂的管理体制是很受年轻工人的反对的，所以才出现了世纪跳嘛。那么这是一面，就是工厂管理对年轻人来讲很束缚太大，他们宁肯去当这个外卖小哥，就开着骑着那个这个电动车去给人送快餐，也不愿意去到工厂上班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、长江三角洲很多工厂的企业，包括台商工厂的企业，现在招人都不容易。工资在不断的上涨，你不涨工资都招不到人，涨了工资也找不到人。所以中共现在想的是，再涨工资，这些工厂要垮掉了，怎么办？我把你们原来就业的那个行业的老板头上开几刀，把你老板砍倒了，你们也就丢了饭碗。丢了饭碗，你要活下去，你就只好到制造业工厂去。哎，这个办法呢，就是中共现在这套就经济整顿背后，他在做就业整顿。就共产党的手永远对各种活动，你说它市场经济，它随便就可以砍的。
大家记住，共产党第一是要共产的，第二是他要专政，这都在他专政的范围内，他想怎么砍。你见过中国那1000万校外培训的就业人员现在全体集体失业，上街游行抗议过吗？他们乖极了，没有一个人连在微信上发句牢骚都是不敢的，这就叫专政的效果。中共不担心这个问题，